Hello，大家好，Big Joe here。那我这个频道呢是关于产品经理、关于个人成长、关于职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频道。那我本人呢现在是 Google 的一个产品经理。那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感兴趣，请怎么样呀？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请来了硅谷的传奇人物 Facebook 产品经理曲小英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英，非常开心来到周的频道。那我们前几期讲了什么呀？他的人生的历程，还讲了在 Facebook 做产品经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讲一讲 Facebook 产品经理关于职业发展这方面的一些话题。那首先呢，我想先听听看你当时是怎么进这个 Facebook 的？你当时是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？流程就是当时我是在 Microsoft 做产品经理的 intern， 那个时候 Facebook 正好有个 recruiter 发了一个 LinkedIn message 说他们这儿有个 information session。不是校招吗？不在我们学校招。它的校招其实比较少，因为它基本上好像就是 MIT 啊，然后Stanford 这几个。这是个问题，就是他并不是去每个学校去宣讲，但是他其实是接受大家的简历的。是这个意思吗？接受，对，但只不过就是大部分学校，像我们学校那个时候，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。后来我就是说句题外话，后来我做了 Facebook PM 之后，我就把产品经理项目带到我们学校去，做了个 information session， 结果没人来，因为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来的人非常少，他们HR 还挺失望的，说怎么就来这么点人？听上去好像有点匪夷所思啊。这个理论上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项目，但是大家为什么没有兴趣？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对，需要更多宣传。对，所以就是说我其实不是我们学校不是一个传统的那个学校。对，当时因为我在 Microsoft 做过 intern，所以他们跟我说有个 information session， 那我就去了。好，这里 recap 一下，那小英当时念的是 Pomona College， 是全美排名前列的一个文理学院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去了 information session 之后，见到了一个产品经理，然后见到了 HR， 之后我就拿到了面试然后就面试就2轮电话面试，1轮这个 onsite， 就把我飞过去，onsite 的话是3轮面试，对，然后当天就是基本上就结束了，然后那是星期五。HR 就说说你表现得很不错呀，什么结果会很快告诉你，就星期一就给我 offer 了，所以很快，整个过程非常快。那我们先说说看，就是一开始就是你觉得RPM 这个项目，就是 Facebook Rotational Product Manager 这个项目，它主要看重的是这个人怎么样的一个背景呢？我觉得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背景要求，没有说你一定要是什么专业的，像 Google 要求说你是 engineering 专业的，但我们其实没有这个要求。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呢，其实一部分是本科毕业，一部分是硕士毕业，一部分是 MBA 毕业，还有一部分是以前有工作经验的，然后但是不是产品经理，或者以前有产品经理的工作经验，但是比较少，这些人都可以申请这个 Rotational Product Management Program。就是它其实没什么限制，是谁都可以嘛？就是比如说工作了几年的也可以嘛？对，所以就实际上他你竞争的话，可能会跟一些他做过产品经理做2年，但是可能他觉得经验不是很充足，想来 Facebook 做，那这种人也会跟你是同样的 treatment， 同样的面试。因为我发现 MBA 也是，这点是我MBA 也是挺意外的，就是像 Google 的话 ，MBA 的这个路径和这个本科生进的 APM 实际上是不是一个路径，不是完全一样的。对你这个是等于大家都在一起来竞争。对。那他这么多人都可以来竞争这个项目，他怎么筛呢？筛谁来面试呢？他这个没有一个就是他觉得理想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这个类型吗？据我的观察，就是说，首先，如果你以前有过像 Google APM 这样的什么样的 Product Management 的这种 intern， 拿到面试的概率是非常大的。你像我在 Microsoft 可能也是有一定帮助吧，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，就是我看以前如果是有创业经验或者自己做过啥玩意儿，不用说做的特别大，但是做过啥肯定是有帮助就能看出来这个人是可能自我驱动力强，比较 entrepreneurial， 对，能把事儿干成，对，所以有很多这样的，或者有些人可能之前不是创业，但他自己建立一个什么组织什么 non-profit，这样也算，对，然后一般每年可能还有1-2个 consulting 来，像麦肯锡主要是麦肯锡跟麦肯锡跟 Bain 比较多，然后可能有那么1-2个是这种什么 banking 的，什么 Goldman Sachs、Morgan Stanley 然后有那么1-2个是 MBA 或者2-3个是 MBA，对，基本是这么一个节奏。这个说到这个，我想稍微往回卷一下，因为你刚刚讲到，因为你在微软的这个 PM intern 是帮助到你拿到这个面试的，你当时这个微软的 PM intern 怎么拿到的？
当时那个是在我们学校招，那个 Microsoft，其实 Microsoft 是招 intern in general， 然后他去选，你在选你是 engineering 还是，当时还有 test， 现在这个职位好像已经不存在了，然后加上这个 program manager， 那你就选你要去哪个，那我选的就是 program manager， 明白，所以当时是大3的时候在学校里招的，对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垫自己的背景，对吧？你去一个不错的学校，然后这个学校里面就有不错的一个校园招聘的实习的机会，然后你再选择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然后你再怎么样呀，再去去获得这个 Facebook 的产品经理面试的机会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想请教这个小英，当时 Facebook RPM 的这个面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当时是2轮这个 phone interview，一个是考察一下这个 product design 相关的问题，一个是考察就是这种 analytics。execution 相关的问题，之后又有一轮这个 onsite 其实就是3个面试，包括一个这个 leadership，可能问你一些 behavioral 的一些问题，tell me about a time 怎么着，然后加上刚才说的这个 product design 加 execution 这3个。对 execution 怎么考的 ？execution 其实更多的就是说你把这个比如哪个产品的数据降了，你怎么分析这件事情啊？或者说，你怎么制定成功的标准啊？就是很多是这种 success metric， 还有analytical， 还有 break down problem into smaller pieces 这样的东西。就听上去好像我听到你好像一个是 product design，一个这种 product breakdown 问题吧，问题 breakdown，然后有这个 leadership 的这种 behavior 的 question，大概是这些。对。这个面试的模式是跟所有的 Facebook 的产品经理面试都这样吗？还是只针对 RPM 有专门的一套这个面试模式？都这样，都这样，没有任何区别啊。所以 Facebook 不管你是 RPM 还是 General PM， 你基本上走的全是这个流程。对，都是这个流程。对啊，明白。就在这些问题里面的话，好的 candidate 是怎么样表现的？好的 candidate，在产品 design 上，可能比如说他能从一个用户的 problem 出发，然后能够制定出比较好的成功标准，然后又比较 creative，然后呢，在 execution 上，他可能是比较 logical thinking， 他能把一个问题想得比较清楚，能意识到长远的concern 跟这个 short term 跟 long term， 对吧？他能分析得比较清楚。还有就是 in general 好的 candidate， 他能把事情 communicate 得非常 clear，这个挺重要的，就不光是你说的内容，而是你 communicate 的方式，communicate 怎么表现？就是跟你说吗？还是说用白板啊？还是用什么样的形式？都可以 ，whatever it takes， 只要这样听众能就是 follow 你的说的话，让你觉得，而且就是又不是特别啰嗦，但又比较简洁，但事情又解决了。对，他们可能在看，就是他们在想的是，当我在面试你这个人的时候，他能不能在 Facebook meeting， 他能不能跟 engineer 合作好，他能不能把这个产品发出去？我相不相信他有这个能力？可能更多的不是说你的答案对不对，而是说看到这个人的表现，我作为一个面试者认为他具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，在 Facebook 上开发产品，然后管这么多人，然后领导一个 efficient 的 meeting，对。那不管是 RPM 这个entry level 的项目，还是整个 Facebook 的 PM 的这个招聘，这个人最终是怎么被分到某一个组里去的呢？就你先录了之后呢，基本大部分 PM 都是 open， 所以你先录了之后，有一个 bootcamp，bootcamp 差不多是1-2个月的时间，教一些公司的一些情况，相当于培训你。然后 bootcamp 结束之后，你就跟各种各样的产品的组去聊，看哪个组你想去啊，然后人家想要你，对吧？就有点像是 networking based。对吧？而且是你，就是说你去之前你是不知道的，你是去了参加 bootcamp 才会知道有这么多机会 open，然后你再选，是让大家有一个聊天，是吧？对所以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挺有意思，小朋友们，就是 Facebook 的 PM 在你入职之前你是不知道你会去哪个组的，你是去了之后 bootcamp 上通过 networking， 通过这个互相的聊天，然后才知道你会去哪个组的。对。一般来说，选择面很广吗？还是说一般来说新员工不一定有很广的选择面？选择面挺广的，人多呀，现在人多，就是因为坑多是吧？就是一直在招非常多的这个需要。还有就看你什么时间进啊。如果你是比如说7月8月，非常好，因为什么呢 ？Headcount 可能刚批给你，或者说比如说你1月2月进，那也是 Headcount 刚批给你，你可能还有很多机会。其实1月2月是最好的。那你要是5月6月了，或者说10月，那时候可能大部分今年的坑填满了，那你得等明年。明白。对。那请问在这个产品经理面试或者Facebook PM 面试的时候，你当时是怎么样准备的？或者你有什么样的 advice， 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准备这个产品经理面试的人？我们当时其实没有那么多书，当时只有这个 Cracking PM Interview 是在我面试前的2天刚推出，
所以说没有那么多东西能准备。你当时准备什么呢？就看看 Glassdoor 上的问题啊。怎么跟我差不多？我当时没也是有那么多，但是我现在觉得现在因为很多书嘛，大家准备好像也热了啊。我接触大部分人，我觉得好像他准备过度，在我感觉就是过度的意思。什么叫准备过度？就是他把这个面试好像就非常像考一个 SAT 一样，每个题型什么的好像都研究很清楚啊，怎么回答那个点都该说啥弄得很清楚。我觉得他们可能第一过度在于就是每个点好像哪些点都要 cover 掉，而没有考虑我怎么把这个点 communicate 清楚。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可能误区啊。具体能讲一下这个什么叫做把每个点都 cover 到，但是没有 communicate 清楚？就是我有的时候帮有些同学说要什么 mock interview，然后呢，结果他们这个就是比如说让他设计一个产品，他就会相当于背公式一样，第一步我们先看什么，第二步先看什么，那个话怎么说好像要问我这个话怎么说的，对，这个我觉得有点过啊。另外就是有些人在我看来他只读这个产品经理面试的书，但他不去研究产品，这也不太没 sense，对吧？就比如说如果让那你设计一个messaging plan。最好的练习方式就是你把10个 messaging plan 都用一遍，试试看嘛，而不是说你给我按照那个模式来，对。这个其实我很想就是跟大家分享一点，就是现在确实是能看到很多人是经过精心的准备，他准备的什么？他准备的是整个面试的 framework， 就第一句话讲什么，第二讲什么，再讲什么。这个我觉得是有必要准备，但是光靠这个是不够的，不够的，就是你还得具体要了解这个产品本身，这个产品的用户需求，它怎么样去这个获得这个用户的需求，并且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solution 等等之类的。这个过程其实不是说 framework 本身就能决定的，就不是只有一个 framework 就能够获得胜利的。这个只是怎么样，只是第一步。是第一步。好，那下一步想听听看 Facebook 里面产品经理的这个职业发展是什么样的？比如说什么样的人能够被升职呢？那升职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？升职这样就是说你刚进去，如果是 rotational PM 制，相当于是3升4要在差不多两年之内升上去，否则你就被 fire 掉了。然后4升5是33个月，否则你也被 fire 掉了。这么严酷，这有一个时间限制哈。对，时间限制，对，那就是到5就相当于 senior， 比较 senior 啊。5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挑大梁，给你个啥玩意儿你自己能管。6的话呢，可能你就是相当于有可能会管其他的 PM。那这么弄一直可以到10什么 VP，那可以一直升到 VP，所以你可以说我这辈子就干个产品经理，我最后的终点就是 Chief Product Officer，也不差，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对。所以很多人在我看来，他不太会转到，就是他如果在过 Facebook， 他当上产品经理，他不太可能就转到其他职位，他就继续干了。没错，对，你们也是吧？那这个很正常，你们也是。当然了，这个 Chief Product Officer 只有一个，对吧？对，这是第一嘛，就是你再继续公司继续干，你或者 Google 跳来跳去，跳到什么 Netflix whatever 啊。第二就是说创业的比较多，对而很多人就是相当于做 CEO 啊什么，挺多的，也有很多 CEO 把他公司买了之后来这儿做 PM，然后后来可能又出去再创业了，这也存在啊。也有一些人我看就是这个相当于好像。经济独立了还是怎么着的？退休了就退休了，厉害。那我想问的是，在 Facebook 里面，你要说晋升，不管3升4、4升5、5升6，对吧？它是什么样一个流程，以及它会挑什么样的人来去晋升呢？这个其实他在乎的是第一呢，你那个事干得怎么样？这是最重要的。你的产品表现怎么样？指的就是 product impact， 产品本身的影响力是这样吗？对，你的产品的 impact 对公司是什么样的影响？他用什么方法来？测量呢？你先定，对吧？比如说你这产品是一个 engagement 产品，那 time spend 增加了多少？就是用一个数字是吧？ time spend 一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数字，或者说一个从0到1的产品，可能你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milestone，那个时候可能数字还太早，那样也算。总之就是有一个什么方式能够衡量你做没做到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可能另一部分就是有那个360 review 啊，什么你的 peer 给你 review 嘛。如果说你做得很好，但是下面的人不愿意跟你合作，也不是那是。对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 impact。结果，那最后谁做这个决定？谁能升职，谁不能升职？这是有一个 committee 来决定。committee 决定。有一些什么 PM manager、director 他们在一起，然后大家每个人就是同一个级别的人去讨论。比如这个人都是4，那讨论这所有的50个4，谁能升，对吧？很有道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说到这个地方。那么今天简单回顾一下，讲的是这个 Facebook 产品经理的职业发展这样的话题。那么下一期呢是我们最后一期关于曲小莹的这样一个采访，我们会让她分享一些她个人发展的、个人成长的一些心得，所以请不要错过。那么你对这个节目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请给我们点赞，然后请留言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怎么样订阅我们频道，请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。